灭神府的副府主，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道极限者，他的势力堪比塔主大人。他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，天地间的一切仿佛都在为他的到来而站立。他站立虚空，俯视众生，那无尽的黑暗力量让哪怕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万物神灵也为之变色，不敢轻易靠近。四周的场景因此而变得扭曲，丹神塔的光辉仿佛也为之一暗。内塔之主能感受到整个塔内的能量都在因对方的出现而沸腾，仿佛是对那即将来临的强者的敬畏。现场的所有丹神塔弟子以及前来参赛的炼药师们都面面相觑，惊恐、疑惑、不安在他们的眼神中流转，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感。内塔之主深吸一口气，他知道这一刻他必须保持冷静，必须展现出一副主人翁的姿态来面对这位突如其来的灭神副府主。他心中暗自思索，灭神府与丹神塔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何今日会突然派出这位灭神副府主前来？是试探，还是有更深层的目的？无论如何，他必须稳住局面，不能在这场力量的较量中先行示弱。不远处，灭神府的副府主悬浮于空中，一身黑袍随风猎猎作响，他的双眼如同深渊般幽暗，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。他的出现就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天际，将原本辉煌的丹神塔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。内塔之主的目光决然，平静地看着正对面的那道毁灭般的身影，声音虽哑，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无论今日你为何事而来，我等皆将以丹神塔的名义将你驱逐出去。这里乃是炼药界的圣地，不能有任何的魔物污染。他的声音在整个广场中回荡，传入每个弟子以及炼药师的耳中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，也稳定了他们摇摆不定的心。活了大把岁数了，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让开。今日本副府主来此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来取你们塔中遗物。如果你们将这件事做好了，那么我在这里承诺，灭神府将不会伤害这里的任何一个人，但不包括那小子。话音落下，一股可怕威压直接朝着10大神长老以及内塔之主的头顶上空笼罩而下，使得他们竟是在一时间无法动弹。他们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，就算内塔之主有绝世神器在手，也毫无办法。刚刚能够在对方的灭神魔光中抗衡秋色，已经是内塔之主的极限了。刚刚就是你将邪恶之灵的力量击溃的，真是找死！灭神副府主心中的怒气升腾，心想着这小子差点坏了自己的计划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萧炎今日必死。灭神副府主此刻对着萧炎是放出堪比大道的魔之威压，令得后者根本无法有任何的逃生希望。萧炎就如同对方眼中的蝼蚁，随时都可以捏死。萧炎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那股压迫之感，如同山岳倾覆，无处逃避。他面色骤变，瞳孔紧缩，仿佛能直接看到自己惨死的轮廓。那威压中夹杂着对弱者的蔑视与戏弄，让萧炎心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感。萧炎在这一瞬间，其额头渗出冷汗，手指微微颤抖，但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坚定与不屈的光芒。他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，心跳如鼓，声声急促。在这如此强大的压力之下，显得微不足道。就算开启焚神3火形态，依旧远远不如对方的一道魔之威压所带来的恐怖。但就算不敌对手，也不会让自己眼睁睁地给对方击杀。焚神之力在萧炎体内犹如被点燃的火焰，一股股热流涌向四肢百骸。他紧握双拳，尽管知道力量悬殊，但他眼中的火焰却是异常明亮，燃烧着不屈的意志。萧炎大喝一声，周身火焰爆发，试图以此抗拒那压迫而来的力量。灭神副府主面露寒霜，目光如刀，冷笑着扫视萧炎。他的手掌微微一抬，空间仿佛因他的力量而扭曲，一股更加庞大的力量如同潮水般涌动起来。他的声音冷漠而充满威严：区区蝼蚁，别敢在本副府主面前嚣张。感受到虚空中的那股庞大力量，萧炎知晓自己就是对方眼中的一粒沙子，但他并未退缩，反而在心中暗自发誓，无论如何，今日就算是粉身碎骨，也要奋战到底。旋即，萧炎的双手在空中快速结印，焚神之力与他的神魂力量以及火焰交融，化作一道奇异火芒，直冲灭神副府主。这小子身上竟然有焚神的力量，看来之前摧毁天域击杀90和50的那个人就是你了。灭神府副府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竟然就是拥有焚神力量的传承人，难怪能抵抗住他的魔之威压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。也好，今日必须将你带回灭神府。眼见萧炎如同毁灭般的火芒冲击，直击灭神副府主的魔威，瞬间两者力量交汇，仿若天地初开，无形之力撕裂了周遭的空气，空间波动，仿若水波荡漾。就在两股力量碰撞的瞬间，天空中的云层裂开，露出一片漆黑如墨的虚空裂缝。萧炎的力量虽强，却犹如流星划过长空，虽然璀璨却难以持久。在灭神副府主那似乎无穷无尽的魔力面前，渐渐显出了疲态。灭神副府主站立在虚空之中，双手虚张，从他体内散发出的魔气如同活物般蠕动，形成一道道扭曲的空间屏障，将萧炎的攻势轻松化解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面对萧炎的攻势，他没有丝毫的动摇，反而越发享受这种压倒一切的感觉。
终于，在一声雷霆般的巨响中，萧炎的毁灭火芒被黑暗彻底吞噬，他的身形在空中剧烈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被那黑暗的力量击溃。灭神副府主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，他的手指向萧炎，一道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光束瞬间洞穿虚空，直指萧炎的胸口。萧炎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但他的意志并未因此消沉，反而在绝境中爆发出更为强烈的求生欲望。他紧咬牙关，身体在空中硬生生的扭转，试图躲避那致命的一击。可是他还是小看了这位灭神副府主的实力，一股圣魔之气悄然在他的后方笼罩而来，所有的逃生之路全部被阻断，一股死亡的气息就此升起。不好！萧炎心中顿时暗自不妙，没想到对方的出手如此可怕。萧炎的眉头紧锁，面色凝重，他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圣魔之力如山岳般向自己逼来，他的身影在刹那间电射而出，但对方的攻击如同影子般紧紧跟随，仿佛无处不在。他施展出浑身解数，神行7步的垫步在他的足间跳跃，速度快的只剩下残影，可依旧无法摆脱那冥冥之中的锁定。在万分焦急下，萧炎全力催动体内的力量，火芒在其掌心凝聚，化作一道道火焰防护罩，噼里啪啦声中与对方的攻击硬碰硬。然而圣魔之力的恐怖早已经超出想象，萧炎心中隐生出无力之感，危在旦夕，同时急切地呼喊着焚绝空间中的焚老，却只得到一片沉寂的回应。焚老的消失如同一把悬在他心头的利剑，让萧炎不禁自问，难道今日真的要葬身于此？现场的众人屏息凝神，他们的目光中满是惋惜与震撼。如果萧炎真的陨落，对于整个炼药界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。这位一品药神萧炎，刚获得炼药界的辉煌，如今却要在他们眼前走向灭亡。兴起之秀还没真正的崛起，难道就这样葬身于大海了吗？我不能死！萧炎怒吼一声，声音中充满了坚定与不屈。他一步步地走到如今的地步，就是他的坚定信念。虽然在他变强的路上有人帮助他，可是不管如何，最后都要靠自己，所以自己必须要强大。此刻在萧炎的心中，却有着一股不屈的火焰在告诉他，不允许就这样轻易的倒下。他闭上眼睛，感受着体内那即将爆发的炙热力量，那是灭世神火，狂暴而炙热，仿佛要将世界燃烧殆尽，犹如灭世旋即。在萧炎睁开眼眸的那一刻，其中闪过一丝紫光，那是一道紫色的火焰，在他深邃的眼瞳中熊熊燃烧。随着萧炎的手指轻轻一挥，一股炽热至极的紫色火焰从他的指尖喷涌而出，他如同一只觉醒的灭世巨兽，咆哮着冲向苍穹。灭世神火在空中旋舞，它的温度之高，连空气都被点燃，发出刺耳的啸鸣声。紫色的火焰如同一方世界中的灭世之光，渐渐蔓延开来。那是9道神火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，拥有着灭世毁灭之力。它的身影在紫色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扭曲而又威严，仿佛一尊降临在丹神塔的火神。火焰焚烧空气，扭曲了视线，其威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这火焰之强，不仅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，更有着让众生绝望的威势。现场的所有众人，包括超神巅峰势力那几位药神，他们的脸色在瞬间变得苍白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震惊。这怎么可能？众人都失声惊叫，他们的手都在颤抖。这股炙热毁灭般的气焰在天地间弥漫，这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，他怎么还收服了如此恐怖的神火？在众人的震惊无比下，不管是谁都难以想象萧炎身上竟然有着3道神火，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。就连10大神长老和内塔之主都被震惊到，此子的天赋竟然如此之高。对于火焰之道，就算是他们都难以达到现在萧炎的层次。特别是神罗殿的帕加罗，本以为他拥有一道神火，对于火道的领域就已经极其之高，就已经非常强大，让世人都为之敬佩，却未曾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恐怖的此人存在。这灭世神火的出现，颠覆了他们对神火力量的认知。况且这萧炎体内不单单只有2道神火，而且是有3道神火。萧炎站在火焰中央，衣衫猎猎作响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，只有坚定与决绝。他知道这道灭世神火是他最后的盾牌，也是他反击的资格。他不允许自己倒下，更不允许自己的信念被摧毁。灭世火光映照在众人惊骇的脸上，他们终于明白，面前的萧炎早已经不是普通人，算是一些神蛟都无法与之并论。如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带着毁灭一切的决心和力量，准备迎接属于他的战斗。他将所有的力量凝聚于自己的右拳之上，那是一拳包含了3道神火、1道地火以及焚神之力的力量，属于他自己的执着不屈，对生命的渴望，以及对这场战斗的坚定信念。萧炎的金眸中火芒跳跃，这一次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，独自面对这场危机，就算陨落也得是战死。虽然灭世神火的出现震惊了全场，可对方乃是灭神副府主，实力更是达到了大道极限。在这双方的实力悬殊下，就算有灭世神火的力量加持，也断然不可能击败对方。他们想协助萧炎一同对抗强敌，可10大神长老和内塔之主都被灭神副府主的魔之威压所压制，根本无法行动。萧炎也准备用尽自己一切的力量要与之抗衡，但这无疑是绝对的不敌。双方势力悬殊过大，萧炎这做法
简直就是以卵击石的下场。在所有众人震惊之后，他们的脸色有着变化，更是带着惋惜之色。明知道不敌，竟然还会选择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，这无疑让现场的人更加对萧炎产生一丝敬佩。焚神的传承人有点意思，3道神火集于一身，那么就让本副府主看看，你究竟能掀起什么浪来。随着他的一挥手，圣魔之力早已经将萧炎彻底笼罩，深邃的黑暗中仿佛有无形之力凝聚。突兀间，一道魔拳漆黑如墨，带着圣魔之气，从无尽的深渊破空而出。这漆黑魔拳无声无息，却又充满了摧毁一切的威势。萧炎面色凝重，双手紧握，全部的力量在体内沸腾，瞬间化作一道炽热毁灭火拳，如同火山喷发，冲天而起。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虚空中碰撞，却没有预料中的激烈爆炸声。漆黑魔拳如同吞噬星空的黑洞，竟直接与火拳接触后，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吞噬其中能量体。火拳所散发出的毁灭力量在黑色拳锋中逐渐暗淡，仿佛是被无尽黑暗蚕食的光明。